吗？我没有跟他们好啊。那么好，我想问，那有一次，他说晚上有个应酬，是个客户，然后呢你就去吧，客户你陪客户得吃饭，你上班工作嘛，那没问题。可是他在家光换衣服换了6、7套，然后剩下的还有挑鞋，问我哪套好看不好看。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当时5点半出去的，快12点了，刚到家。然后那会儿我正在因为我在窗台那儿看着他，要进来的话我下去我好去迎迎他。谁知道没有一个宝马车直接送到我们家的楼道门口。你怎么净看见宝马车接我？那别的车接我你怎么没看见过？哎，还有什么车呀？其他小破车的时候他从来没看见过。哎，他都这样，赶紧离开吧！你干嘛在这儿纠缠呀？我感情放不下，确实是我感情放不下。不是怎么放不下呢？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点哪个触动哪个点了，就是放不下。你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到底相了几回亲呢，姑娘？我也不记得有多少回，但是我都告诉他了。你告诉我什么？我告诉你了。你说这个话觉得太没意思了。我告诉过你了。那么我问你，有一次我没有瞒过你吧？你是没有瞒过我。那我想问，就是上次想吃烤鸭，他想吃就吃的呗。那我带你去，到门口里边正好碰见他。后来我知道是一个以前相过亲的男孩，然后他上去说话，然后那男孩说拼桌吧，那就，拼桌那坐一桌呗。然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坐到了那个男孩的边上，我跟那个男孩的一个朋友坐在这儿，你们2个人亲亲我我，又夹菜又这样那样，还亲亲我我呀？对啊，那你受得了？我受不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在那看着他，我在桌子底下已经踢你很多次了。我没有亲亲我啊。你裤子都踢脏了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不是他踢你，你没感觉吗？我以为他只无意中踹了我一脚而已啊。哦，我踹你是为什么？那个手交叉的，你们2个人的手的腿。你看见了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他们俩的手和腿怎么了？如果2个人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那个手放在谁的腿，如果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腿上，可以看出来吧？我没有放在他的腿上，我再说一遍。这个事我没必要我去编吧？我没有必要承认一个你诬陷我的事实。这个事儿不说，那个小男孩你怎么回事？我说了，小弟弟。那个小男孩每天开着跑车送玫瑰花到我家，送给他玫瑰花，然后我下去接，把玫瑰花拿上来。不是你的身份是他父亲还是他哥？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什么身份去在那个会儿，我可能充当了很多种角色：父亲、快递员，然后表哥、保姆。没有，我跟这个小男孩说过了，我说他是我男朋友。哦，那你的朋友能不能不要再送花了？让他，我拿着那些花去楼下。我没有叫他送啊，但是他想送，他年轻气盛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你收那花觉得高兴吗？我没有很高兴，但我也没有不高兴。你是不高兴吗？你回来美的，你转那花不转了半天。家里有点花，别人给送的不要钱不好吗？好，我可以给你买吧。天天送花，没有天天送花，还没天天送呢，我数就那么一段时间，后来他就不送了吗？坚持了多久啊？最少有10天。哎，你这个太有度量了，兄弟。我没度量，没办法啊，您都送到家门来了，我不能跟您吵吵嚷嚷吧？不是，你可以跟他分手啊。每次他回去，他说那男的哪不行，觉得还是我好。那么我本来我心软，然后我就和好了。就是说他都试完之后，然后就觉得还是你好，是这意思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他还有一个毛习惯，就是他每次约会之前会去买鞋，买不一样的高跟鞋，还刷我的卡。每次约会之前就去买一双鞋，然后穿这双新鞋去约会。买到第4双的时候才明白，原来他在用鞋子来定义男人，给男人做每个代号。这个鞋子是跟谁约会穿的，然后他会 pass 掉，或者是会怎么样？就是不扔的还在候选库里。对，不扔的还在候选。扔的就扔了。他有一次我记得中午嘛休息，他拿着通讯录在那儿看，然后删一个把鞋放在塑料袋里，删一个把鞋放在塑料袋，然后把这些塑料袋里鞋统统扔掉。我觉得你这是无理取闹了。你知道我喜欢鞋的，你知道我喜欢不同的衣服搭配不同的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爱美的权利。你爱美的权利不能就是说每次去约会之前都买一双鞋吧？不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爱美的权利，但是不是一个女人堂而皇之刷自己男朋友信用卡的权利。我没有刷很多次他的信用卡。那你不说每次都刷你的卡吗？可是我记得每次我的手机来提示的时候，都是他回来会带回一双鞋的时候。啊，钱不是共有财产吗？2个人的。是钱。你们俩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结婚凭什么就是共有财产呢？那你刷过他的卡吗？很少。不是共有财产吗？我没有不给他刷，是他自己不刷的。哦，好 ，OK， 这个鞋咱们不说，你可以解释。那我想问，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是一个周一的上午，早晨8点多钟，我还没起床呢，门口有敲门的，敲门那个劲儿大的声就跟要收水费，跟我欠他钱似的。啊！我从猫眼里一看，有一个秃头的30多岁的男的，戴个大金链子，穿个背心就上来了。啊！我不知道是谁，我得开门。我说您找谁呀？说小迪在吗？我说我以为他在外惹事儿了呢。不是我招惹进来吧。他的。啊！然后自己进来了，后边还跟一跟班的，提俩盒。我说您有事儿吗？
说这是小迪家吗？我说是啊，那你是谁啊？对，我当时吓坏我了，我说我是表哥吧？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真是我男朋友呢？怂你，哎呦喂呦！不是怂，我当时那个气势，赵老师您不知道，哎，就那个你都不敢感觉就那样承认是我行男朋友。行，你接着说。来，表哥，表哥你接着说。那会儿的表哥，然后他问我厨房在哪儿啊？我说厨房在那边。啊，然后刚放到后边他那小跟班，说去把这个盒放那里头去。还出门告诉我那盒里别动啊，是给小迪的。我回来把门关上以后，我偷偷看了一眼，2盒螃蟹。啊，不是我就觉得这人30多岁了，那怎么回事？连咱们家都知道了，上来。他是我同学的叔叔，他接我和我同学，然后呢，我同学手机没电了，拿我的手机给他叔打的电话，然后他叔后来就缠上我了。还是缠上你了？对，但是我跟他说清不是你楚了呀。这姑娘，反正我看着就没那么优秀吗？不是，可能是就是因为感觉的问题，啊，就是看他好。那你怎么个意思呢？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，你是愿意跟我继续在一块儿，那你就把这所有人都撇清，跟你的那些朋友尽量保持一些距离，特别是那些男性的模特朋友。上次嘛，是公司的模特。最近一次前10天吧，我去下班接他。我从那个楼底下走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了一个男的，1.9米吧，将近，然后头发弄得那样，然后我去上楼接他，拿着包下来了，他告诉我你去那边等我一下，然后我自然而然我就出去等着嘛，我要跟朋友说几句话，上去就给你抱上了。朋友好久不见，我拥抱一下不行吗？看不见我在门口站着呢吗？我知道你在门口站着呢呀，我没躲着你呀。人家是特地给我带了一盒巧克力，然后我就感激的拥抱了他一下子，就礼节性的拥抱了一下。我抱你那的时候好像等了2个月才抱你一次吧？我跟他第一次拥抱是我们交往2个月以后啊。你又没要求拥抱我呀？非要要求吗？不是你们在一起生活的幸福吗，兄弟？一开始头1年挺好的，头1年真的是很好。我完全被惊呆了，就是你的容量和你的那种，就是毫无耻感的那种。我真的就是我很惊异，可能就是我觉得啊，我也跟他说过，我说小迪，你要想清楚了，物质跟感情你选一样，不能什么都是你的。我知道啊，对吧？我只是要求我应该得到的。你还要得到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觉得我应该得到更好的。更好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！你想要什么？比如说你上次想要那个戒指，就跟我爸给我妈一样的。那我已经做到我觉得最好了，我已经付出更多了。1年来我没买过衣服，也没换过鞋。你傻呀？你非要跟他在一起啊？关键是我每次我决心走了以后，他又回来了。我确实跟别的男人只是止于拥抱，没有别的。那你拥抱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是我太了解你了，所以我才纵容你到现在这样。你知道我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情的，我只是因为家里的原因，我是迫于去相亲。你总拿家里说事儿，那家里现在家里也告诉你了，说就听你的意思。但我不是还是站在这里了吗？是，现在站在这里，你给我一个交代吧，好吗？你说分手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绝对可以分手。为什么不是你说分手呢？因为我觉得，可能在恋爱里边，女孩一定还是弱势那一群体，男孩是强势。啊？女孩可能是弱势那一群。你们俩这场恋爱，他是弱势啊？大概其好像都是感觉我不是你们这场恋爱里谁强谁弱啊？姑娘，你告诉我。就是他挺包容我的，对我很好。那你还出去找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去试一试而已。试的结果怎么样？试的结果每次我都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。基本也听明白了，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先说说这个女孩吧，你是搞美编的，咱们有点像，我们也在选演员，我们跟很多靓丽的人都是朋友，但是我们要记住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，要把握住一个分寸，是吧？不要弄不弄就很暧昧，要有原则。你没必要追求这种生活，相亲还让自己男朋友去刷卡。那是他。我觉得你怎么能够忍心让他去让他去给你买鞋，然后你去相亲？他成你什么人？你怎么对待？我买鞋并不是全部是为了相亲，我承认有一些事。如果是有些事，如果你的父母不同意你们这门亲事，你直接告诉他，不要两头都舍不得，若即若离，没有必要，知道吗？女孩子你自己把握好分寸，是吧？你怎么能拿相亲当做工作呢？你生活中的拿着相亲换各种各样的礼物，你不觉得羞耻？
如果真的觉得他不合适，你可以真正的做一个了断，你爱相谁相谁去。这么真心诚意的一个人，你觉得这样对他很公平吗？还有一方面，我觉得小伙子，你怎么能一味的允许他这样的举动呢？我也想过，我也跟他说过，我说毕竟如果你要真想相亲的话，觉得咱俩不行的话，那咱俩就分开吧。毕竟那就是彼此都放了对方了。如果他现在都是这样的一种举动，他有一天就是找到他所谓的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想过你自己吗？你没办法保卫你的爱情。对呀、想象不了，没想过。你不是他要的，那只能说是你把他惯成这样的。你们俩各打50大板，都有各自的责任在里头。这怎么能允许呢？他喜欢你的温馨照顾，他喜欢那边的金钱，他喜欢他的智慧，他喜欢他的道德，他喜欢他就多了，都把他弄到自己身上来，那这个就不得了了。贪婪，只能说是贪婪。弟弟，你好意思站在这儿吗？我只是要我的话，我10回都给甩了。别发火，别发火啊！我觉得今天这个女孩子你太贪婪，你的贪婪已经触及到我们的道德底线，你这典型的在恋爱中骑驴找马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要自尊，拿人家手短，吃人家嘴短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要为这些礼物将来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说过以后这些我会还给他们的。以后会还给他们，为什么当时不拒绝他们？有的我说过我拒绝不了。这个冷暖自知，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苦心自己去体会。我说这个男孩子，你在这个，我们不能说感情，在这场恋爱游戏中，我觉得你太没有尊严，在作践自己。人家开着跑车把花送来了，亲自跑下去把花拿上来交给女朋友。没有，这个花是他打电话让我下去拿的，不是说我。你不拿行不行？因为我不知道，一开始不知道是人家一个男人进你们家了，问你是谁，你说是表哥。你说是表哥。哎，我觉得今天这个女孩子，之所以这么对待你，是因为你自己活得太窝囊，你把她惯成这样子。所以说你要好好的检讨自己。我觉得爱情可以去争取，可以去努力，但是爱情不能是乞求，不能没有尊严。我们说爱情可以超越生命，爱情不能超越尊严。如果你没有尊严了，这个女孩子更看不上你。就这样的2个人也配站在我们的舞台上？你们2人玷污了我们的舞台。我们保卫爱情。我们之间呢，应该头1年也是爱情，到半年可能也有爱情在里边吧。我告诉你，在你的脸上只看见一个字：怂。刚才在听你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内心是非常非常难受。我把这儿到爱情保卫战来做嘉宾，作为一份工作，一开始是作为一份外快，后来做着做着有感情了，就成了一份自己必然的工作。久而久之，大家熟悉了这个舞台，我们帮助更多的人重归于好，我们高兴。我们刺破了那些虚伪的温柔，那些人悔改了，我们也高兴。再或者是有些人羞愧的离开了，我觉得我做了事儿。我要是一天到晚做事儿，看你们俩这样的事儿，我可能做不了2期我就死了。真的很气，知道？如果我是你的家人，我是你的父母，或者我是你的哥哥，我是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做。我就是要你对我的好，我也要物质，你干嘛要去期望骗另外一段感情呢？你自己去找有钱的人算了，你干嘛要找他呢？因为他对我好。因为他对你好，所以他要为你牺牲，是吗？我没有让他为我牺牲。他要你不简单的吗？你每见一个男人都是在刺痛他的心呐，你知道他爱你啊，那你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戳他的心呢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告诉他了呀。是，你的意见很简单，你爱我，你伤心与我无关。我没有要那么伤害他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他这句话很潜台词，就是告诉你，哥们儿，你爱我，所以你活该。大家都不要动气了啊！姑娘，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生气吗？知道。为什么？觉得我做的不对，我承认也不对。对，我们觉得一个女孩。其实我觉得小迪有时候还是挺好的，毕竟因为他需要物质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兼职，比如干个婚庆啊，然后搭个舞台帮别人。可能有一次我记得是11点的时候，我自己在那干活搬东西，然后突然间他就自己会跑过来了，打车过来的，然后到酒店门口帮我把架子搬下去，帮我干活，帮我把东西
放好，你跟我一起干活。可能就是因为小迪的细节感动我，让我放不下。比如每次可能我衣服破了，我不舍得花钱买衣服，我就放在那儿，等第二天我起来我再自己缝。然后每次我放在那儿的，只要是有口的衣服、拉口的衣服，他都会帮我缝好。我也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保证，就是说决定跟所有人都划清关系。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，我也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骂我，我很清楚我对你很不公平，但是因为之前因为我耳根软，所以听朋友听家长的，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了，我接受大家骂我，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勇气。我以前很不懂事情，然后很自私，但是我现在我想学好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像你一样对我好。时间到，请亮灯。大概姑娘的这句话说的算是有价值，因为她知道她想学好，那就意味着她理解她过去是坏的，是不好的。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，来请回。请关门。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杰里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感谢杰里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，同时还要感谢小洋人乳酸菌对于本节目的特别赞助播出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